这是不到100人的小厂做出来的游戏移植，这是接近800人的大厂做出来的游戏移植。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人fuck万代啊？各位好久不见，这一期可以说跟底基梦没有关系，也可以说有一点关系。总之，在我昨晚上看完老任的直面会之后，我实在是忍不住来激情开麦一下。就我想不通，为什么大家都会fuck Konami，但是不会fuck万代呢？你看看 Konami 跟万代有区别吗？你看Konami 不把游戏当主要业务万代也不把游戏当主要业务。Konami 硬卡万代也硬卡。Konami 现在只能端出一些冷饭万代现在也只能端出一些冷饭而且你看人家 Konami 一晚上甚至端出了3碗冷饭，而你万代连冷饭都只能端1碗出来，所以怎么就没有人fuck万代呢？我在主机游戏圈当路人也算当了有20年了我就说一种个人印象吧。在20年前，传说系列是什么？传说系列还算得上是一个准一线 IP 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跟 FF 和 DQ 并肩的至于20年前的什么工作室轨迹这些我不是要得罪这些系列的粉丝我知道尤其是在国内轨迹玩的人其实还挺多的但我就说一种个人印象吧。在20年前，这些系列呢总的来说还是被当作2线 IP 在看待的。结果时过境迁，直到今日，你看看工作室，你看看轨迹你再看看传说我真的是为蓝梦宫感到心痛蓝梦宫跟万代合并之后，怎么感觉连饭都要吃不起了呀？当然我知道传说的最新作还是拿得出手的所以这也算是万代比 Konami 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是他们现在打的 IP 轴战略肯定不会让蓝梦宫这些游戏 IP 死掉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想要有更多了。我个人估计万代现在给蓝梦宫的做游戏的钱，也就是每个系列做最新作的钱了，就一个最新作的钱，没有更多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你如果想做一个高质量的 remake 的话，他花的钱跟做一个全新作是差不多的。所以蓝梦宫现在的情况就是想要有 remake 就没有最新作，想要有最新作就不可能有 remake那他们想要把旧作移植到新平台上，也就只能端一个原味冷饭出来怎么可能给你 remake 呢？没钱好，说到这儿差不多就可以来说底基梦了。所以你看，连蓝梦宫那边现在都只有这种待遇了，底基梦怎么可能拿得到做游戏新作的钱呢？万代他现在说是 IP 轴战略，但你看他对蓝梦宫的这个态度，你就知道他所谓的 IP 轴战略可能意思差不多就是这个 IP 只要过段时间能出一个新产品就行了但蓝梦宫那边的 IP 呢，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游戏 IP， 他们的新产品只能是游戏这个形式，所以说万代还不得不给他们做一个最新作的钱，让他们把这个 IP 续着。但底基梦是什么呀？底基梦显然不是一个游戏 IP 那在万代看来，你都不是游戏 IP 了，干嘛要用游戏这种这么烧钱的形式来把你这个 IP 续着呢？你底基梦专专心心硬卡不就好了吗？我估计万代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要不是之前羽生发过话了，说物语的最新作已经在做了要不是羽生曾经发过这个话的话，我估计万代做梦都想把底基梦的游戏新作给砍掉。所以说回来，羽生说不定就是因为在底基梦这种万代认为不值得在游戏上烧钱的东西上烧了太多钱然后才被万代给夹掉的说到这个地方，我又忍不住发散思维一下大家fuck Konami主要是因为 Konami 逼走了一批明星制作人，但其实你回头看一看，万代这不也算是把羽生给逼下去了吗？只能说羽生的牌面还是太小了，即使被逼下去了，都不值得玩家去fuck万代。好，再说回来，所以呢，看在羽生已经发了狠话的份上，万代可能迫不得已还是得把物语最新作给做出来的。但是在这之后，我就高度怀疑万代还会不会给底基梦投做游戏的钱呢？反正我个人认为是不会的，除非等到那个时候万代的业务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万代的业务结构要怎么才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呢？你要想让万代这个公司在游戏上多投钱，那不就只能大家不要买万代的胶了，不要买万代的卡了，多去买点万代的游戏，不就只能这样吗？但这种事情在座的各位做得到吗？反正我是要打个问号的。那说回底基梦这边既然大家又做不到不去买底基梦的卡了又想要玩底基梦的游戏新作，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条路子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就是等着各个小厂去把游戏做了，然后去找万代要授权
就大家看国内的新世纪也好，韩国那边的那个 Soul Chaser 也好，直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呀。韩国那边的那个手游甚至都已经更新到第4版了。所以我就想说，那些天天喊着让迪基蒙出游戏新作的尤其是海外那些天天喊着什么世界123 remake 的，你看人家蓝梦宫都 remake 不起了，你们迪基蒙怎么可能有钱 remake 呀？你与其没有指望的等着万代去 remake， 还不如粉丝筹钱一起去把游戏给 remake 了，然后去找万代要授权真的，我说实话，我感觉这条路子甚至比万代自己做游戏还要更靠谱。当然可能还是有人不死心，会觉得我们迪基蒙粉丝怎么就不能既要又要的？怎么就不能既打牌又能玩到迪基蒙的游戏新作呢？你看人家什么高达呀、龙珠呀这些不也胶啊、卡呀卖得好好的，与此同时还能有游戏新作吗？我说句大实话，迪基蒙这个 IP 的体量跟高达跟龙珠有得比吗？怕是连人家的零头都摸不到吧。但非要这样说呢，这确实也是一条路，就是迪基蒙粉丝给迪基蒙创造的营业额，某一天不知为何就突然能够比肩高达、龙珠这种级别的 IP 了。那等到那个时候，确实万代有可能既给迪基蒙做卡、做胶也给迪基蒙做游戏。但我个人怀疑这种事情真的有可能吗？毕竟万代现在给迪基蒙产品的出货量，可能都只是人家的零头。你靠着这个零头的出货量，有可能达成跟人家差不多的营业额吗？但不排除这种事情真有可能吧。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的话，我也算是见证奇迹了。所以呢，总结一下，如果迪基蒙的粉丝想要玩迪基蒙的游戏新作，一条路子就是疯狂抵制万代的其他产品，疯狂购买万代的游戏，逼万代业务转型。第二条路子跟这个其实也差不多，就是疯狂购买迪基蒙的产品，让迪基蒙这个 IP 体量能够大到跟高达龙珠差不多。第三条路子是我觉得最靠谱的，就是粉丝自己众筹把游戏做了，然后去找万代要授权。但这3件事儿如果都做不到的话，那还指望什么呢？那不如就让自己转型，跟着万代去打牌吧。毕竟万代的牌现在做的也还行呢。